它是首个破译大脑四维动态图谱的通用 AI 模型，它能够直接处理四维时空的脑影像数据，在多种诊断任务上全方位超越传统技术。该研究发表于自然出版集团旗下期刊，研究者将其誉为 AI 读心术领域的标志性突破。它为神经疾病早期诊断提供了全新工具，它有望推动神经疾病诊断的临床革新。接下来的讲解将揭示其核心设计理念。功能性核磁共振是诊断神经疾病的黄金钥匙，然而它的数据极端庞大与复杂，原始数据包含四维时空与体速信息，单次扫描产生高达100万级体速，传统人工智能极难直接处理它们，因为数据量巨大且高度冗余，这成为脑科学分析的核心技术瓶颈，需要通用型大模型来破解这一困境。处理功能磁共振四维数据存在2条传统路线。第一条路线基于感兴趣区域将数据强行降维，这会导致不可逆的空间位置信息丢失，大脑精确的脑区关联因降维而被破坏。第二条路线直接处理原始四维体速数据，但运算量指数级膨胀并导致内存溢出。这2条路线各自陷入信息丧失或算力瓶颈，传统方法无法兼顾完整信息与高效计算。NeuroStorm 大模型包含3个核心组件。SWM 网络通过滑动窗口实现线性算力增长。STRD 时空冗余丢弃屏蔽易预测的冗余信号，这迫使模型学习大脑深处隐藏的脑区关联。TPT 任务提示微调，仅调整不到 5% 的参数。TPT 微调让模型泛化至全医疗诊断任务。3个组件构成兼顾完整信息与低算力的统一框架，它突破了传统方法信息丢失或算力不足的困境。NeuroStorm 的预训练数据规模史无前例，它包含2865万帧 fMRI 数据，参与者总数超过5万人，来自全球多中心，年龄跨度从5岁到100岁，覆盖全生命周期。模型没有使用任何人工标注信息，它在真实的脑电波海洋中自主学习，这让它学到的底层规律更具通用性。这种规模为后续微调打下了坚实基础。SWM 骨干网络是 NeuroStorm 的核心引擎，它采用滑动窗口与 Mamba 架构，传统注意力机制的算力呈指数级爆炸。SWM 将复杂度压缩为线性增长，这使得模型能直接处理完整四维视频，同时避免 GPU 内存溢出。这一突破解决了长序列建模的算力瓶颈，它让海量 fMRI 数据的实时分析成为可能。STRD 模块专门解决大脑活动的重复性问题，它会强制屏蔽那些容易预测的冗余信号。图中红色方块遮蔽了没有变化的区域，这逼迫模型去挖掘深层脑区连接，跨越长时空的隐秘关联因此被捕捉。传统 AI 只能学到表面皮毛， STRD 让模型真正理解大脑的语言。这一设计大幅提升了特征学习质量，任务提示微调仅调整不到 5% 模型参数。骨干网络被完全冻结，无需重训。整个模型过程高效廉价，即插即用，低成本适配新任务，就像给精通多语言的医学教授递纸条。面对全新疾病诊断，无需千亿模型重训，单一模型通过 TPT 微调即可通用多类任务，这极大打破了传统微调的高算力门槛，使 NeuroStorm 多场景灵活部署。端到端的流水线起始于原始四维功能磁共振数据。第二阶段预训练采用 SWM 骨干与 STRD 冗余丢弃。第三阶段通过 TPT 微调层适配新医疗任务场景。最终阶段输出覆盖5大类应用场景的预测结果，全程无需手工提取特征，自动学习时空表征。这实现了从原始像素到临床诊断的无缝衔接。每个阶段都经优化，平衡算力消耗与信息保留度。该流水线是模型通用泛化能力的关键基石，它在这5大评估维度上都实现了全面领先，覆盖性别年龄预测、心理认知表型及疾病诊断，还包括脑纹识别与认知状态分类任务。五角星图直观展示了这5项核心维度，它不再被局限在解决某一种特定问题上，而是定义了多任务脑分析的全新标杆，每个维度均取得了当前的最佳性能水平。这标志着泛化型脑科学模型正式诞生。NeuroStorm 在静息态下能精准推断性别，准确率达 93.28%。这一成绩全面超越了现有最强四维模型 Swift。
Swift 的性别分类准确率为 92.66%， 两者差距明显。二维模型 BrainJEPA 同样被甩在身后，模型仅凭大脑静息时的微小电波波动做出判断，这证明 NeuralSTORM 掌握了基础生物学标记的编码。性别预测是人口学中最基本的认知任务之一，该结果也验证了模型对个体特征的深度理解。心理与认知表型预测任务中， NeuralSTORM 将心理学评分与脑网络连通性挂钩，情绪任务的准确率达到 0.419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， MMSE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评分相关性提升高达 31.5%。 雷达图显示模型覆盖范围显著大于其他对比模型，这意味着模型能捕捉到传统方法忽略的深层脑区信号。该能力有助于客观评估认知功能退化进程，也为精神疾病的早期筛查提供了新的生物标记，真正实现了从脑电波到心理状态的精准映射。NeuralSTORM 在神经与精神疾病临床诊断中表现极为突出，它覆盖注意力缺陷、多动障碍与精神分裂症等。其在精神分裂症检测时的准确率已然高达 69.06%， 其在渐冻症检测时的准确率已然高达 86.50%。 全部5个独立疾病数据集均登顶榜首。这些实验数据来自全球多个不同真实医院场景。该模型展现出作为通用辅助诊疗器的巨大潜力，这意味着它可以泛化至不同病种与多种数据源。脑纹识别任务通过静息态 fMRI 高效实现个体重识别。大脑的静息态活动模式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，模型在100人规模数据库中的排名第一，准确率高达 93.1%， 平均精度均值 MAP 也达到了 92.4% 的非常出色水平。仅凭脑电波的静态特征就能精准锁定个人身份，即使在100人库中也能以超过 93% 的精度匹配。这一结果证明了 fMRI 具备类似指纹的生物识别能力，未来可应用于身份验证，开辟脑科学新方向。该模型的第5项任务针对实时认知状态分类，它敏锐捕捉大脑执行不同任务时微观状态变化。7种认知任务准确率高达 92.4%， 这些任务包括语言翻译、情绪识别和运动思考等。模型准确区分不同认知状态，拥有极高泛化能力。它依靠对4维时空特征的深层理解实现该性能。在无需额外标注的情况下，模型表现稳定可靠，这为脑机接口和认知障碍诊断提供了新工具。该模型的延伸应用之一就是追踪药物干预状态，仅靠静息态脑波即可判断是否受药物影响。实验使用致幻剂2、甲基色胺与安慰剂盲测对比，模型区分两者的准确率达到了惊人的 90%。小提琴图显示，安慰剂组预测概率集中低值，而致幻剂组预测概率则显著集中在高值区域。这为精神类药物的药效评估提供了客观的指标，未来有望替代主观自评，实现长期量化监测。NeuralSTORM 在4个核心维度上全面领先竞争对手，它同时处理4维时空数据，并完整保留空间信息，综合诊断准确率也稳居榜首，远超同类模型。算力消耗方面，它实现了极低的内存占用，这得益于 Mamba 架构的线性增长设计。相比之下 ，Swift、BrainLM 等模型均有短板。该矩阵证明 NeuralSTORM 是真正的6边形战士，它为临床部署扫清了多项关键障碍。医疗领域最大的痛点是缺乏高质量标注数据，该模型在数据效率上展现出惊人优势。假链仅使用 30% 的训练数据，模型依然保持稳定性能，准确率下降幅度惊人地不到3个百分点。对比之下，其他模型的准确率出现急剧下滑。折线图清晰显示，该模型曲线几乎保持水平，这彻底打破了传统 AI 对海量标注数据的刚性依赖。对于临床场景，尤其是罕见病研究，意义格外重大。NeuralSTORM 直接将显存占用从19级字节降至 7.46 级字节，这得益于 Mamba 架构的线性复杂度设计。传统模型处理4维数据时显存极易溢出，而 NeuralSTORM 只需不到8级字节显存，这意味着普通医院工作站也能运行该模型。以往顶级 AI 模型需要昂贵的专用 GPU， 现在基层医疗机构同样具备部署条件。算力解放真正推动了脑科学临床落地。NeuralSTORM 从实验室走向临床，带来3项真实世界价值。
自动标准化分析消除了不同医院设备间的诊断偏差，它还能捕捉人类医生无法分辨的微观时空网络异常。这种隐形病灶发掘能力远超传统肉眼观察。在无创疗效监测方面，它提供客观的脑电波评测标准，这对精神类药物的研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。3项能力共同提升了神经疾病的诊疗效率，最终让 AI 真正服务于临床决策。NeuralSTOM 的演进路线图指向构建大脑数字孪生。第一步是打通脑图谱引擎，融合个体化物理结构网络；第二步实现多模态跨界融合，接入 DTI 与 EEG 信号；第三步打造全球脑科学基石，突破北美与欧洲数据偏差。这3个阶段依次打通从微观结构到宏观功能的完整链路，最终目标是让 AI 模型成为真正通用的人类大脑基座。该路线图也揭示了当前模型仍有地域和模态局限，只有跨越多中心多模态数据才能逼近真实大脑的全貌。NeuralStorm 为全脑4维动态图谱提供了通用分析方案，它重新定义了脑科学边界，成为理解大脑的关键工具。模型在性别、年龄预测、疾病诊断和脑纹识别等任务均达顶尖，数据效率极高，仅用30%标注数据就能保持高准确率，显存占用仅 7.46 极字节，普通工作站即可部署。当前主要基于静息态核磁，未来需融合多模态数据。它能挖掘肉眼不可见的脑网络异常，推动自动化诊断。下一步构建大脑数字孪生融合结构与功能网络。它是攻克神经疾病的通用基石，开启了脑科学新纪元。